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今天我去接我 partner 回来的时候，他说他昨天晚上梦到跟我分手了，然后他梦里感觉很 chill，然后他醒来他也觉得很 chill，原因可能是我这几天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我就没怎么搭理他。但是问题是，他大部分时候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大部分时候他都在玩手机或者打王者，他也不会跟我互动很多，顶多是他想跟我互动时候没有时间跟他互动，然后他就梦到要跟我分手 ，whatever。然后我觉得这可能是个 sign，就是可能我这阵子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了，没有太陪他。然后我就 OK，我就晚上，我本来是要遵循我的16-8饮食定律，就是我8小时之内吃完东西之后我就不吃了。我说算了，我今晚陪你吃点东西吧，然后我们看看电影什么的。最后我们就定了说看《爱死机》的第4部。他看了一半，他又回屋里打王者去了，然后我看完了。我一开始是看毒丝儿电影的标题说这一季不太行，所以我的期待也不高。但看完之后我觉得还可以，我还挺喜欢的。然后我又去看了一下毒丝儿对他的评价，可能主要就是觉得创作者的创意枯竭，然后没有再像可能前几季有 Zima Blue 这个级别的深意的那个动画，但是 Zima Blue 那一季里面也就只能出这一集，就是这整个系列也就出了那一个 Zima Blue。其他我觉得这一季更像是其他小的创意，但是这一季全都是这种小创意。我不讨厌这种小创意的，因为我自己也干这种事情，就我只是把一个点做得特别好，而不是企图用这个作品把生与死、阴阳、宇宙的起源、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全部讲清楚，就是没有这种野望。我觉得把一个小点做得很发光，我就觉得挺不错的了。然后豆瓣评分我看了一下，豆瓣评分好像4点多分吧，我没记错的话，就是低到我啧舌。豆瓣的评分不知道这几年是怎么抽风了呀，经常是一些我觉得很垃圾的玩意儿评分9点多，然后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我靠4.9分，我觉得还可以的东西给了4.9分，其中有一集我是真的不太喜欢，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 ABC 吗？他一定坚持要用普通话给自己的角色配音，最后还引了一首诗对影成3人。我的天哪，他一整个就是一整个动画的配音，我们不这么说话啊，我们不这么说话，还不如王者荣耀里面那个 AI 配音呢。到最后吟那首诗不伦不类的，就是他这个普通话说得很清楚，但他的轻重缓急跟念台词的这个节奏跟最后吟的这首诗真的是尬的，我太尬了。这一集我不喜欢他是因为太尴尬了，他但凡用什么广东话配音我听不懂的任何一种方言配我都不会这么尬，就单纯是被这个方言毁了。然后其他我觉得真的还可以，就我觉得他能把这个小点做得很出彩就不错了。可能我的要求也不高，但毕竟基巴罗的导演也就第1季第3季才能出一部作品，每2季他才能出一部作品，也不是每个人都是基巴罗的导演，他就这一个人 OK。这还是挺吃导演的，我觉得就是好的作品。OK， 然后还干啥了今儿？哦，今天我又尝试了一个新的找工作的心态，因为我本来是先比如说剪视频进入心流状态之后，我对找工作这个事情没有这么抵触了，或者是我对任何事情没有这么抵触了，我才开始在剪完视频进入心流状态以后再开始做。今天没有视频可以剪了，我就直接就开始了找工作这个步骤。
就是我拖延症好了1年多，中间会反复，但是修炼到今天，我已经是可以直接开始申请工作这样了。我今天是这么尝试的，我就要抱着一个随随便便我能找到一个钱多事儿少的工作，说唱的钱少事多，这还了得？轻轻松松能找到一个钱多事儿少的工作，这个开心的妄想的心态我去找，就是2刷投完了。然后我还发现我今天做的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在做设计的时候，我看一下，我记在本子上了。这属于我今天发现自己做的比较好的几个点之一。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一定已经在脑海中有了那个想要做出来的设计的成像，我才能开始很快乐的做设计。但目前为止，大部分时候我脑子里没有那个成像，这就导致我即便已经在创作过程中，我还在摸索，这是让我特别焦虑的一点。但是今天一个想法给我把这个漂浮在空中的东西给笃定下来了，就是我的高龄不会给我过不去的坎儿，所以这个坎儿我一定会过去。也就是说，我一旦开始，它就一定会让我过，然后我就会开始找证明他给我打过来的工具，也就是我觉得很好的创意的证据。就是我其实这几天在时不时的练习这一点，然后今天也算是我也不知道第几次成功的在没有特别好的成型的想法出现之前，就已经可以很快乐的开始创作了。就是我不能因为脑子里没有那个成型的好的设计的点，我就一直进入自责的状态。就是相信我在创作的时候，高龄一定会把好的创意的点塞给我，让我非常快乐完成今天的设计。这是能帮我跨过迈过在做设计时我不够好的那个想法会跑出来的一个小 tips。 然后今天也成功的运行了一下就是如何用丰盛自信的我来过生活，而不是那个受害者的我。就是我今天在 Behance 上刷那个设计的时候，我再插一嘴啊，我真的是觉得 Behance 上很多美国人的设计，或者在美国所设计的人，那个东西真的是没有灵魂。我但凡看到一些好的设计，那铁板钉钉的那都是欧洲人的东西。就是我今天刷到一个 UI UX 做的特别好，也是 Fashion Design 的 website， 一看意大利人。然后我接着刷，我又刷到一个 typography logo 什么做的挺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师，一看俄罗斯人，俄罗斯也算欧洲了，不管。然后之前我在看到就是设计做的我觉得特别好，比我要强很多的设计师的作品的时候，我会觉得压力倍增。但是现在我不会再以这个心态去观摩这些作品了，我会觉得这不就是高龄塞给我可以用来研究一下，然后把好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我作品上的一些推荐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就是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会以一个未来丰盛自信的我看待这件事情，而不再是曾经那个过去受害者的我在看待这个事情。这一点还很新鲜，我还在学着练习，但是我觉得它是管用的。就是我不是之前说尝试先从小的事情入手，比如说收集为什么我很棒的证据，然后比如以未来的丰盛自信的自己来面对生活中的一些事情，就是这些小的点做好之后，我觉得我就已经被很好的疗愈了。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可以完成内在小孩我不够好这个句子的疗愈，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句子了。我看我疗愈了多少个星期啊？我从3月2号那个星期开始，1、2、3、4、5、6、7、8、9、10，11个星期。
好，我跟我的内在不够好的内在小孩周旋了11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可以迈入到下一阶段了，恭喜！辛苦了。OK， 今天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See you guys。